来，请跟我来，就2步。来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彩虹海。张班长，你说的那20多道彩虹在哪里啊？那个太阳落山之前，要是赶上大暴雨，兴许能看见。什么？要等下雨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风雨之后才会见彩虹嘛，孩子都知道。你哪见过大晴天出彩虹的？方董，咱们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大家稍等，前面还有一个更美的地儿，叫仙女湖，我带大家去看看吧。不看了，走吧。再见啊，有空常来玩。我让你们再来。快！教练，怎么样？还能咋样？让那混回来了呗。要不然明天我和张冲再去试试。算了吧，你们就别去了。那帮大妈大婶光唾沫星子都快把人淹死了，你去了也没用。那不一定。张冲，明天跟我去，我给他们唱一出诸葛亮舌战群儒，张无忌大战光明顶。前面给我停一下，我去买个风筝。哎，秃子啊，入伍这么长时间，想家没？我没家。没家？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？哎，行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赶紧想想一会儿咋办吧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来，小朋友，去帮我把刘主任叫来啊！你们2个海训场的吧？是，您好，您就是刘主任吧？对。真没想到您这么年轻，您今年20几啊？你们2个是为租地的事儿来的吧？是啊。啥事儿都瞒不了您，正是。来，大家都安静，过来开个会来。来，坐吧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是海训场的蒋小鱼。今天来，本来是为了租地的事儿，来跟大家商量商量。可到了这儿以后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咋了？这地，确实不能再租给海训场了。有啥呢你？我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，知道现在鱼不好打，钱不好挣，不能因为部队的事儿，就断了村里人的财路。您说对吗？这个小伙子说话在理，比昨天那个明白事儿多了。阿姨，其实我有个私心，我想求您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想在海边要一小块地，能埋个棺材，建个碑就行。你想葬谁呀？我要葬我的师傅。我的师傅刘小山，18岁就参军了，在侦察连干了5年，在海训场守了7年。1个月前，一伙海盗抢了我们的渔船，杀了我们的渔民。我师傅带着我去跟他们拼命，最后撵走了海盗，抢回了渔船。可是我师父刘小山在战斗中牺牲了。他临死前对我说：“小鱼啊，等我死了，就把我葬在这片海边，我得守着这儿。”我问我师父：“你守啥呀？”我师父说：“我守着这片海，就算我死了，也不能让海盗欺负咱们渔民乡亲。”
你说的那艘船，是不是叫远洋号？是。哎，刘姐，那不是你们家老三和大东他们出事的那条船吗？小伙子，啥话也别说了，回去告诉老邓，就冲着你师傅救了我们村的男人们，这地你们接着租。阿姨，这使不得吧？我说使得就使得，不就是少挣点钱吗？现在日子好过了，谁家还缺这一斤半点的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给他们。我替我师傅在这里谢谢你们。是，明白。情况已经报到旅部去了，旅里面正在开会研究。你们那边办的怎么样了？村委会那边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可是开发商的态度十分强硬，说必须履行合同，让我们挪地儿，不然的话就要让龙头村委会赔400万违约金。啥？400万？他们想钱想疯了吧？合同上是这么写的。唉，即便是打起官司来，法院判决也会支持开发商。小雨，你那边查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查到了。哎，你们猜，那个鼎信集团的大老板是谁？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沈哥他爹。你说鼎信集团的老板是沈参谋他爹？如假包换的亲爹。那赶紧跟沈参谋联系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劝劝他爹。我这就给那小丫头打电话，我看她脸往哪儿搁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哪位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蒋小鱼。你呀，你还活着呢？废话，我当然活着呢。哎，你要是没事我就挂了。你要好意思挂你就挂。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爹的公司要抢我们海训场的地，你作为作训参谋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掉炮往里揍，你连声都不吭一声。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，他的事儿我从来不干预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剩下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。对，对，你说的对。行了，我这儿忙着呢，扯那没用的干啥？就这么着，挂了。咋说的？他说我越来越帅了。喂，爸。你看，你还亲自来了，打个电话不就完了？哦，你是专门为了来看帅哥我一眼的，对吧？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就你这智商，我不是怕你找不着路吗？我专门过来接你的。太让人感动了，老沈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事儿要是办成了，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。好。哎，你刚才叫谁老沈啊？你呀，你就是传说中老仗义的沈参谋，简称老沈。听命令，收起，立正，收起，立正。还算听命令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去拿样东西。你好，你是？我是海训场的蒋小鱼。请把箱子打开，我们要检查一下。好。请接受一位退伍老兵的敬意。那个，你太客气了，都是自家兄弟。会师在这边，请跟我来。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海训厂的蒋小鱼。您是海训厂的代表吗？对。今天我特意请假来到贵公司，是为了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经理，要不要把保安叫进来？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好的。这件旧军装的主人叫刘小山，是海训厂的一名老兵，是我的教练，我的师傅。不好意思，蒋先生，打断一下，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，时间上可能比较紧张，所以请问这个刘小山他会来参加今天的谈判吗？他来不了了。大家请看，这件军装上有7个窟窿，这7个窟窿是一颗手雷留下的。大家知道是什么人扔的手雷吗？是一群侵犯我国领海的国际海盗。我师父为了救我，只身跟海盗搏斗，最后我得救了。我师父中了海盗的手雷，只听一声巨响，我师父缓缓倒下。我师父临死之前对我说，作为一名战士，能够死在战场上是他的荣誉。在和平年代，能够死在他终生捍卫的这片大海上，他很幸福，因为他把他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了祖国的大海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今天不用谈了，小伙子，我请你喝酒。喝酒可以，先把跟村里的合同解了吧。而且，我们董事长已经很多年没请别人喝酒了，今天为您破了例，还好意思提条件？今天咱们这儿啊，没有什么董事长，就是一个老兵，请个小兵喝酒。好，我知道部队的规矩。穿着军装在军营外，不能喝酒。现在可以了吧？这衣服一定挺贵的，可别让我给弄脏了。再贵，我乐意给你穿。小兄弟，来，为了你的师傅刘小山，为了咱们海军陆战队，干一杯！哎，来，干！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我一定来看你。是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怎么能喝这么多酒呢？哎，小姨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女儿沈哥，哦，也在你们海军陆战队。是啊。哎，沈哥，这可是你小姨叔叔。哦。这就是大侄女啊！哎，是。嗨，大侄女你好。呸！快停车！快停车！哎，玉，你别把我爸的衣服吐脏了，这衣服挺贵的，这个。哎，我军装呢？你刚才不是搁车里了吗？哦。那个大侄女啊，你放心，叔我今天没喝多，啊，我清醒得很，真的。那个我，侄女，谢谢你啊。谢我干啥呀？保住了海训场，就保住了我龙叔和我师傅的根；保住了海训场，就
保住了我们哥几个的希望。哎，所以呢，我必须得好好谢谢你。那咋谢我呀？你说。我说啊，你刚才老跟我冲大辈儿，那你现在叫我声姑姑。啊？你叫不叫？叫。姑姑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姑姑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这车开的也太颠腾了，把我这点酒劲儿都颠腾上来。那个，行了，我到了，大侄女你回去吧啊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叫谁大侄女啊？你要再乱认亲戚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你松手，松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是干啥？你以后还得嫁人呢。你快回去吧，再烦我，小心我把你绑在草船上借箭去。你话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你心里边不舍得，对吧？你就放180个心吧。你喝药，我递瓶；你上吊，我给绳；你跳楼寻死，那我挥着小手绢给你送行。有缘再见。口是心非，绝对的口是心非。哎，对了，我的箱子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喝多些呀你！春雨，你没事吧？如何？看那架势没少喝呀。啊！为了保住海巡场，我蒋小鱼拼了，喝倒了一大片，到最后，都朝我敬礼。瞧瞧，都来了！哎呀，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没想到也能这么热闹啊！那是，陈政委回去这么一宣传，这海巡场想不热闹都难。人家热闹人家的，我们到头来还只是个看场子的。那看着他们，也比看着满满海滩的螃蟹呀、蛤蜊呀强多了吧？这倒是。同志们好，同志们辛苦啦！别打！哎呀，别打！是我！别打严哥！哎呦，是我！哎，别打！哎呦喂，是我！是你？哎，是你小子！是我！哎，下手够狠的你！我错。你们身手还不错呀。这看来这段时间在海军场都没闲着呀。瞅这两下子，我就知道是你小子。啊，我说哪阵风这么仗义，把你们几个小子吹来了？嗨，这也不是咱侦察大队要搞防空演习嘛。
明天我们要跟虎鲨大队搞对抗。哦，我说我们又洗床单又做饭呢，原来是伺候你们几个小子。哎，这怎么？鲁云他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对了，演习的时候你们一定替我好好收拾收拾。虎鲨大队的那些老兵，在寿营我就瞧不上他们。没问题。哎，这次演习不是你们3个也参加吗？啥？啊？还有我们的事儿呢？啊？你怎么又得罪了？不是说好不说的吗？雨刀，我们也参加啥任务？那个，跟你们一起。我以为你们都知道了呢。我问你啥任务，你说呀。这次演习吧，你们3个当俘虏。当俘虏？好，当俘虏好。当俘虏还好，这不知好歹了都。不是。越看越闹心。你说咱们在人家地盘天天受气，现在到了自己地盘了也受气。你再看看人家，成天除了摸枪就摸炮，今天打这个中队，明天打那个中队的。咱们倒好，天天跟着海边垃圾较劲。瞧你这暴脾气，你是属炮竹的，人家不是说了吗？也让咱们参加演习。呸！那叫参加演习啊？好容易参加一回，让咱们当俘虏。张小鱼，你自己要去丢人，你就自己去，请别拉上我们俩。这怎么成我拉你们当俘虏了呢？我要是说了算，我一准让你们去当尖兵。我好，我穿个白围裙，跟实验室的小白鼠似的，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我们总不能跟只小白老鼠一样，听天由命吧？我想想办法。要不咱们跟老家伙，让他给咱们想想办法，能不行？试试呗。哦，坐吧。有点事儿耽搁了。长话短说，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就8个字：做好保障，当好俘虏。啥？咋还当俘虏呢？我说教练啊，你现在让我们仨当俘虏，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？再说了，也不用3个人都去吧。这样，我把机会让给他们俩，我陪您在这儿看场子。你们谁也跑不了，俘虏不是3个，而是4个。4个？不会还有您吧？警卫连的人全部被调去安排场地了，所以我就临时客串了。我不当俘虏，我可丢不起那人。秃子，你是不是欠揍？爱咋咋地，谁愿意去谁去。秃子，张叔，坐下，坐下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嘛。再说了，当俘虏怎么了？反正是演习，输了赢了都是假的。哎，兴许人家给咱使美人计呢。臭鱼，你又胡说八道。根据演习的情节安排，你们4个是投靠我们2大队机要人员。2大队的主要目的是突破我们1大队的防守，攻过来抓你们灭口。你们4个的任务很简单，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
当俘虏还不够，还得是当了叛徒的俘虏。没事儿，叛徒就叛徒呗，反正已经把咱们捆在这儿了，他们说啥就是啥。我们这当俘虏的，待遇还真够可以的，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，简直是享受啊！行了，都别瞎扯淡，是我特意让他们把咱们安排在这儿的。他们拿咱们当俘虏，但你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俘虏了，都给我认真看着。我明白了，教练，你是让我们观摩他们的攻守战术呢，对吧？今天参加演习的2支侦察部队都是高手，对别人来说是一场高水平的军演，而对你们来说就是一堂免费的教学课。明白。武将，你看，开始吧。冲啊！看来这第2大队的兵实力不咋地呀。我看呐，想灭咱的口，估计没戏了。2大队的实力确实稍逊一筹，但是在战术运用上绝不含糊。他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前行攻击配合蛙跳战术，这可是美军攻打伊拉克的战术。蛙跳？对，1大队把全部的主力都投入前线的防守上，可2大队利用空中力量的配合，只先后进攻几个中心要点，直入腹地，就像青蛙在荷叶上跳跃一样。等到1大队的前线防守被绕过之后，真正的战斗才算开始。看到1大队的防守队形了吗？那是 Y 字队形吧？对，3组队员会以120度的夹角结合在一起，无论敌人出现在哪个方向，至少会面临着其中的2个小组，而第3个小组可以立即进行迂回式包抄动作，即使是被双向伏击，但仍有1组队员可以处于不被伏击的开口。这种队形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堪称完美了。要是你们现在是2大队的人，遇到的对手摆开这种队形，知道该怎么对付了吧？打他们的连接点。你小子心里得有72个空眼儿。
现在1大队已经守不住了，2大队到了收网的时候了。你们到底是俘虏还是指挥官？这话说的怪瘆人的啊！别让他们说了，绕到附近草丛去。别介啊！我说，这风景这么好，就让我们在这儿坐着吧。不行，你们的话太毒了，说什么什么都应验。你们不会是2大队派来的奸细吧？瞧你们说的，也太抬举我们了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会，就是纸上谈兵，过过嘴瘾。我们在这儿看2眼，不碍事儿啊。是啊是啊，就让我们看会儿热闹呗。我要是2大队的指挥官，我就让地面部队做火力牵制，另派一组队员从水面潜到我们侧面进行包抄，这样至少可以减少1半的人员伤亡。我要是指挥官，我就派人从这后面攻上来。几位爷，我求你们别再说行不行？快，2大队的从后面礁石攻上来了。下面敌人多，小心！冲啊！哎呀，于哥，你被我打死了！死得好，死得其所，死得过瘾。 96、97、98、99、100，好了，快！那个，师叔擦汗。你喝水，师叔。主师爷，我这手法还可以吧？说吧，你们3个臭小子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？师叔圣明，都让您猜着了。师叔，您看我们天天的除了练就是练，您是不是在教我们点新本领啊？哎呀，我该教你们的都教你们了，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练了。师叔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，您咋能糊弄我们呢？您肯定有新本领藏着呢，你那本领啊，藏着就烂在这海巡场了。你不如传给我们3个，我们3个呢还能把您的功夫发扬光大，也好给您老人家扬名立万啊。对啊，我没糊弄你们，我该教的都教你们了。 咋的？纯是铁公鸡呀，这个。你们等着瞧，就算他是铁公鸡，我也要在他身上拔下几根毛来，多拔几根，做个胆子。来，敬师叔，敬师叔。难得你们几个小子还知道孝敬孝敬我啊！师叔，您接着讲啊，在马尔斯比武大赛上。 您后来碰着那个理查德大兵，你和他狭路相逢之后怎么着了？嗨，别提了。本来想速战速决，一个侧旋踢直接杀向那个大兵，你猜结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是冲他面门去的，结果那个老外比我个子高啊，那家伙身高都小2米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一脚踢到他胸口上了，他硬是用双手把我的脚给接住了。 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我一看形势不妙，一溜烟就跑了呗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，是吧？不是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您还不用您的绝招啊？可说呢。嗨，我哪有什么绝招啊？您太谦虚了。您是谁呀？侦察兵大队的传奇人物鳄鱼，您怎么可能没有绝招呢？对呀。 我明白了，今儿这顿酒，你们3个是想把我灌晕了，然后从我嘴里套东西，是吧？师叔啊，
我们1个月的津贴都搭进去了，您就别藏着掖着了。那个，您把武功传给我们，我们绝不外泄，好不好？得了，谁让吃人家嘴短呢？你们3个过来。还真让你们3个臭小子给猜着了。我这手里确实有一个独门秘籍。别说你们不知道，连小山呢跟我这么多年，他也不知道。真的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师叔最仗义，可不是咋的。不过呢，我这独门秘籍啊，不能传授你们3个。你说这一帮人都知道了，这还叫什么独门秘籍？咋办呢？我最多只能传授你们当中的1个人。那就要看你们自己争取了。师傅啊，我是一直跟着您练的，我可不像他们俩半路赶投你门下，你必须得教我呀。那凭啥呀？哎，师叔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学东西那老快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算了吧，就你这脑子还学东西老快了。你说啥呢你？行了，别争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做个小游戏。看到没？我这有个哨，你们谁先把它抢到手，然后吹响了，我就把我的独门秘籍传授给谁。使什么招都行，什么招都行。说话算话啊。有了我的独门秘籍，保证你们打遍寿营无敌手。张叔别动，我还没说开始呢。可以开始了。烦不烦呀？我这刚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明儿再说不行啊？我已经等不了了。哨子在这儿，小子有本事过来拿。呀！小子，记住了，当一个蛙人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的背后亮给敌人。师傅，您这话应该对自己说吧。哨子给我啊！小子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不要把自己的背后亮给敌人，除非你是想故意引敌人上钩。你样好。哎呀哎呀！
是你说的，用什么招都行。你快说哨在哪儿？快说。在鞋坑里。臭小子，下手够狠的啊！师傅饶命！哎，师傅，师傅啊啊！师傅，不行吧？师傅，师傅，求求你啊！别打脸，别打脸啊！师傅，别打脸！陆岩啊，要我说，你昨天晚上在水里，偷袭老邓，实属不明智。哨子没抢着，小命差点搁里头。你少废话，至少我已经碰到哨子了。我要是能再快一步，哨子早到手了。哼，都半个多月了，每次你都差一步，那也差出1里多地去了。哎呀，这仨老爷们儿一天啥正事不干，就看演习抢哨子，这倒霉日子没个过。得了吧，秃子！要我说呀，咱们仨当中，就你抢的最欢。哎呀，真抢着还能咋的？要我说呀，老邓8成是那天喝多了，忽悠咱们的。啥独门秘籍，我看纯扯淡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要是能回寿营，我师傅为什么还在海训场苦苦的等，还不走呢？依我推断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独门秘籍，是我师傅胡编乱造，逗我们开心的。哎呀，啥这那独门秘籍，我可不跟你们扯了。走了。哎，我也不想要了。哼，装吧都。秃子，秃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可要下狠手了，你别碍手碍脚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别跟我抢哨，小心我削你啊！就你，回去削土豆吧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别让老邓看见。这干啥呢？这是赶集呢，都往一起凑。你拿个板锹，你来干啥来了？你们来干啥，我就来干啥。哎，你们俩不说老邓的那个独门秘籍是糊弄人的吗？那不也得看看他怎么糊弄人的？江小雨，就你这身手，我劝你算了吧。我不管你们，我得先去了。哎，这等等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石头剪子布，谁赢了谁去，怎么样？我看行。来，行。石头剪子布。我赢了，我先去了，哨子是我的。哎，认赌服输，不明白？那两下子去他也白扯。师傅啊！哎，你看，不行吧？那个该咱俩了。这是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怎么，来帮我刷船来了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师叔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上次的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，医生说我得了白血病。咱本来活得好好的，没招谁没惹谁，
可老天爷背后给咱一板砖。师叔，您把您的功夫传给他们俩吧，我这辈子是没机会学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先站起来再说。这招估计也没用，洗洗睡了。这样不行，人家是久经沙场的高手，咱们仨单挑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。那咋整？咱们仨联手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动起手来了啊？师傅，这小子在背后阴我们，说我们躲在水底，他把你骗下来，结果没想到他把我们氧气罐给戳破了，他简直是要我们的命啊！这下就该死！哎，你们怎么下这么狠的手啊？师傅，说句您不爱听的话，都是你少子惹的祸。要不是抢你的少子学本事，我们三个人也不会弄成现在这样子。小鱼，小鱼，小鱼，你怎么样？我们胜利了！胜利了！太高了！小鱼，你没事吧？36计让你们选，非选苦肉计。你下手太狠了，不进点血他也不能信呢。就这招好使啊！师叔，这回你该把你的独门秘籍交给我们了吧？交我们了。我的独门秘籍，你们已经学会了。啊？就是合作。你这不是蒙人呢吗？扯的呢，这不？你们都听好了，合作这2字听上去简单，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却一点也不简单。不但需要战术上的灵活运用，更需要同伴之间的相互信任。当年在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时候，我和山子要是学会这个独门秘籍，也许那1等奖的名字就要改写了。你们3个没让我失望。我的独门秘籍传出去了，我也可以安心的走了。走，师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干啥去啊？什么呀？转业。老邓要走了，他说自己老了，过了做梦的年纪，该醒了。而我们3个人的梦，才刚刚开始。教练，教练，不是说好了不流泪的吗？这干啥呀？哭天抹泪儿的，又不是见不着了。你不就是去当缉私警察了吗？
我们想你了，就去看你，啊？谁用你们去看？我巴不得离你们3个臭小子远点。我是怪我自己没有本事，没法把你们从这儿弄出去。弄出去？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干啥？我们仨在这儿待得好好的。你小子别打岔。你们3个只有靠自己，要不就只能在这厂子里混下去，就像海边上的垃圾一样，冲上了没人管，最后烂在海滩上，想走也走不掉。但你们要真是垃圾，我也就不管你们了。我整天说你们这不行那不行，实际上就是怕你们几个骄傲。今天给你们3个交个底儿，以你们现在的水平，已经超过受营的战友了。本事已经有了，下面就看你们的运气了。想要从这里走出去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。兔子，秋雨，啊？就这么走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连一封信都没有留下。留下了，他把他的魂留下了，他交给了我们一个海军陆战队战士该会的一切。
李参谋，你值班，你给我找一下龙百川，请病假了，1个星期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开门！进来吧，啥事儿？你得什么病了？咋不去医院呢？嘿，心病。快进来，进来。来，乱了点，来。我说你这干什么呢？你千万别跟他们说，我准备改行当数学家了。你还有没有点正形啊？你看，来。哎，我有一种预感，303潜艇最近就会冒出来。看，我研究了，我觉得我的预感没有错。你看，你看，如果我的计算没有错误的话，303潜艇就是在这3天或者4天当中，它就会出现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带着侦察大队给他来个守株待兔。哼，我知道你得的什么病了。我得的什么病？神经病。铁子，你是为303潜艇牺牲的，只有抓住他，我龙百川才算对得起你。我已经算准了，这回他跑不了了。报告总队，总部刚刚发来消息，位于我们西南方向16海里处的地方，一艘远洋渔船遇到武装袭击，怀疑是海盗，但是目标在10分钟前刚刚改变了方向，总部说跟丢了。报作战，请求直升机支援，我们并火速前往该海域。是。对方警惕性很高，机动性很强。看来作战经验很丰富啊！好在我们提前有所部署，海航直升机拍到了海盗船的去向，提前部署的监测器也拍到了照片。我怀疑，今天海盗船的出现绝非是偶然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的目标不是这艘渔船，那只是个幌子。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这艘潜艇。他们是蓄谋已久啊！最近大家都要提高警惕，把子弹库压满了，随时准备出发。有什么新情况，第一时间向我报告。是。对了，当年你挑的那3个新兵咋样了？还在海训场享福呢？旅长，不是享福，是闭关修炼。真不知道把我们在这儿处上几年会怎么样。瞎扯啥呢？谁瞎扯了？你知道现在调动有多麻烦吗？要是没有人管我们，我们就只能一直待在这里，直到退伍为止。不是，人家老邓都说了，咱仨的能耐已经超过受阳了。咱们仨呀，就像趴在玻璃窗上的3只苍蝇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是就是没有出路。我们仨不能在这儿等着退伍，
说什么也得回寿营去。哎呀，老于啊，就等你这句呢。你这主意多，你赶紧想想，咱咋回去啊？既然没人帮咱们，咱们仨就自己回去。你们想啊，这机会又不像大海上的垃圾，自己飘呀飘就飘到海巡场来了。咱们得自己去找，去哪儿找呢？只能回寿营找。你就不怕把他们惹急了，让他们把我们轰出去啊？轰出去就轰出去呗，咱们已经待在这破地方了，还能把咱们往哪儿轰啊？我看行，与其这么干等着，还真不如回去自己趟趟道呢。回去可以，但是我有言在先，回到寿营以后，一切听我指挥。我说1、2、3，你们就不能说4、5、6；我说往西走，你们就不能往东走；我说上天，你们就不能入地，听见没？凭啥又听你的？咱有头脑啊！你说说，哪次听我的走歪路过？倒也是啊。全体都有，小心，立正。吴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报告班长，机械库工作整理完毕，我请求恢复训练。整理完了就好好休息休息。趁队里还没开始让你训练，把伤好好养养。我的伤不用养。你怎么就那么倔呢？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训练根本就吃不消。我没问题。我不同意，别在这站着，快回去。全体都有，小心，立正。吴云，到，出列。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吴云出列，出列。除云外，全体都有，向右转。组织们，跑步走。吴云，你不会站1天了吧？他真有这本事。吴云，真服了，这姐们也太倔了呀！你们看看人家，这就是咱寿营的女兵，这就是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。你们都学着点啊！哎，你怎么不学点？就是，云哥，赶紧回去吧。就是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，吴云，我跟你去倒杯水。走开，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就有劲儿了啊！对啊，我给你拿去。走开。班长，我要求恢复训练。我要是还不同意呢？那我就站到你同意为止。
人无语，我是拧不过你。行了，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宿舍好好休息，王谭把饭给你打回去。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我回去向队里报告，从明天开始恢复你训练。谁让你们3个来这儿的？没有人让我们来，我们自己来的。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！我们已经不一样了，得让我们回来了吧？战场上敌人打来的是子弹，不是砖头。你这雕虫小技就别在这儿丢人了，赶紧走人。就这帮小子，你让他们挨个上来，有一个能打过我，我们马上走人；要是没有，我们就得留下。赶紧给我走人！我数3个数：1，我们只是想回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位置；2、3，我们走。凭啥呀？说好了，一切听我指挥。走。龙队，我知道，这就是您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的事儿。你看我们在那边都待2年了，该让我们回家了吧？家？你们3个人的家就在海训场啊！在我们心里，这才是我们的家。可惜啊，这个家的户口本上没有你们3个人的名字。哎，我说老于，咱们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回去啊？那咋办？哎，你不是和龙队还挺谈得来的吗？要不晚上约他吃顿饭再说说。我看他呀，对咱们仨压根儿就没兴趣，还不如他手里那张破纸兴趣大呢。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啥，他看的眼都直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知道那纸上写的是。你知道？啊，那上面全是英文。你们家坟头埋过懂英文的人吗？我不懂英文，我认识那字母啊。光懂英文字母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啊，我背下来，然后写下来，你们翻译不就完了？你能背下来那些英文字母？唬你干啥呀？我一般看一遍就差不多了。刚才闲来没事，我搂了好几眼呢。你能按顺序把它写出来？写？来，你快给我写出来。你把它写下来。来。武元，这词儿什么意思？通知。通知。这个词儿呢？侦察兵。侦察。哎，你们3个怎么还没滚出手营啊？老于，你给我拿着。哎，陆爷，看看啥意思？我刚才怎么听着一声狗叫唤呢？还挺横。我还没听说苍蝇能蛰人的呢。你说啥？大叔，你干什么呀？没什么本事，脾气还那么臭。吴云，躲开，这没事啊！行了，赶紧走吧。你躲开！你不躲开，我连你一块打。张秃子，你疯了吧？你忘了你怎么答应我的了？凡事都要听我的嘛。我说1、2、3，你就不能说4、5、6。
我说往西走，你就不能往东走；我说上天，你就不能入地，你忘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家教不严，我回头一定好好管教他。走，走，五爷。看什么看？继续前进！哎呀，撒开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把他撂倒了。我知道你能把他撂倒，我知道你还拦着我。咱们来受营不是来打架的，而是来找机会证明自己的。你把巴朗撂倒了，顶多背个处分，海训长还得回去，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那你就找个机会证明啊！难道你是带我们来这儿一日游？哼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机会就在咱仨手里，就看咱们能不能抓住。罗岩，你看，龙队桌上的文件，经过你的单词翻译，我的神机妙算，你再念念。和野狼突击队的对抗演习，演习就在海训场附近的2个小岛。这回啊，天上的馅饼砸咱脸上了，咱们仨就给他来一个长坂坡救阿斗，乱军中取上将人头。走，还有1个月，回去养精蓄锐。不战经营，敢打敢拼，两西8人，永争第一。出发！乌云现在进步可真大，训练完全可以追上南兵了。一百！行，下一组。哎，张冲昨天来干嘛了？想回寿营呗。这仨是好苗子，可惜了。是好苗子，可是现在寿营这条船上已经满了，他们要想回来，除非有人先从这条船上跳下去。报告。来，干嘛？有事啊？我要回女兵队，这是我的调令书，请您签字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寿营啊，就不是女兵待的地方。我走了，空出位置让张冲进来。算我求你，给他一个机会。张冲比任何人都想回到这寿营来。这就是你的理由啊？对。这个理由不成立。一句话换不换张冲进来？我知道，我在你眼里不过就是混进锅里的一粒老鼠屎，你巴不得早一天把我摘出去。不换张冲进来可以，我一天也不离开这寿营一步。好啊，那你就在这儿撑着。回来！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！你还跟领导吆五喝六，长本事了你！左脚跟腱发炎，右脚有骨刺，左肩韧带有疲劳伤，还不算上你的水泡和10几处淤伤。乌云，你现在已经浑身都是伤了，
我承认，当初让你进兽营是个错误的决定。乌渊，回来吧，大家都已经非常佩服你了。副队长，我到兽营来，不是为了让人家佩服的。快点吧，我还得去收衣服呢。副队长，你给我唱首歌吧，听着歌声，我就不疼了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尖叫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同志们，这次演习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演习，我们的对手是赫赫有名的野狼突击队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。他们和野狼还是有差距的。他们不是一般的士兵，他们每个人都是杀手你估计这次来访的野狼突击队，咱们我除了见过指挥官一面，就没见过几个我队现在想员的影子。的更多的不是我们但据传闻会输，这次野狼派来的个个都是精英啊。而是以何种方式输。吴云，才回来啊？班长，啊，刚刚我教官在宿舍，你没在，他让我通知你，明天兽营全体人员到海训场打演习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先把明天的训练任务给你介绍一下。班长，坐吧。这样，我先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明天的演习我们分为 A 队和 B 队。A 队呢由项羽带着主攻，他们的任务是把一枚炸药安放在 C12地区的装箱旁。你在 B 队，由我来指挥。我们的任务是防守，就是不让 A 队突破到 C12地区的安装炸药。不过要想到 C12地区，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就是要通过山谷中的一个黄土坡。这个黄土坡呢有一个特点，易守难攻，所以我估计 A 队不会把这儿作为主要进攻点。陆哥，你的包裹，你的包裹啊！哎，你的包。我什么我都没看见。不是，回来！我给乌云布置一下明天的演习任务。哦，嘿嘿，范班长，我又没问你，紧张什么呀？我紧张什么呀？哎，那个你们继续，那你俩继续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小子什么意思呀？这臭小子！呼和浩特，哎，吴云，我看这个人经常给你寄信，这是你亲戚还是朋友啊？谁让你动的？吴云，那我继续说了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，我会派你守在那儿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就算他们派100个人，你照样能把他们给收拾了。还有一条路呢，是山谷前的这片丛林地。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。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它能把我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。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，
哨兵一样。海军战士红旗响当，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不伤荣光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。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。穿云雾跨海浪，海军战士斗志昂扬。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，不伤荣光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。拿呀！是。这种你别喊了！演习开始前1个小时，我们进驻无名岛安营扎寨。明天早晨7点，演习准时开始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就去！别废话，快去！